话说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以形补形吧，这是咱们中医食补胜药补的理论。虽然这其中还是存在一定的争议的，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习惯性的说吃啥补啥，例如肾亏了就多吃点腰子，腿脚不便就多吃点猪骨，贫血了就多吃点猪肝等等。这其中有些是玩笑话，而有些是真的有科学依据的。但你有听说过吃睾丸的吗？其实对于我们国家的人来说，食用家畜禽类的睾丸应该是不少见的，国外对此情有独钟的人应该是少之又少。而就是有人钟情于各位男士的睾丸，也不知道他们是真的想补补身体，还是另有隐情。但唯一能够肯定的是，那画面绝对是不忍直视的。可能大家会以为吃睾丸又是什么发生在远古时期的故事，可我要告诉你的是，即便进入到21世纪，甚至是近几年，这个世界上仍不缺这样的奇葩事情。2019年12月24日，25岁的凯文·贝肯没有出席家庭聚餐，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和家人联系了，这么重要的日子不见人影，实在是太过于反常。于是家人赶紧报了警。很快，警方找到了凯文的室友了解情况。根据对方回忆，上一次见到凯文时，好像是听说他要去见一名网友，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据了解，凯文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弗林特分校的学生，梦想成为一名发型师。平时他就喜欢在 Grind 上闲聊，这是一个同性约会交友软件。他在线上认识了不少朋友，而显然那位和他面基的网友就是破案的关键所在。3天之后，警察在底特律西北145公里的本宁顿找到了凯文的尸体，只可惜他再也不能与家人团聚了。尸体是在马克·拉图斯基家中的地下室被发现的。这位52岁的凶手来自美国密歇根州，和凯文是在交友软件上认识的。线上聊了一段时间后，马克便把他约了出来。可没想到他居心叵测，竟然残忍地杀害了凯文。在搜查到马克家时，他不慌不忙，允许警方进入家中。不知道他是哪来的自信，总觉得警方不会发现地下室的尸体。随后警方就发现了令人震惊的这一幕：凯文的脚踝被勒住，整个人倒挂在房梁上，他不仅全身赤裸，背部还有多处刺伤的痕迹，喉咙也已经被割断。更恐怖的是，马克告诉警方，原本他的计划就是要用凯文的血液和骨头给后院的植物施肥，他还要把他的肌肉风干成肉干。另外，他还透露自己已经吃掉了凯文的一个睾丸，他是先将睾丸割下，将其下油锅炸透，然后切片食用的。很快，马克被指控犯有杀人罪和毁坏尸体罪。起初，马克的辩护律师声称，在此之前，他患有重度抑郁症、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和人格障碍，在密歇根州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了好几个月的治疗。他的精神状况不适合接受审判。而实际上，凯文并不是马克下手的第一个目标。2019年10月，来自纽约的詹姆斯·卡尔森就差点死于他之手。当时他迷迷糊糊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在了地下室。詹姆斯非常的害怕，意识到自己之前可能被下药了，接下来肯定是凶多吉少，于是他设法逃离这个地方，还成功拨打了报警电话。詹姆斯告诉接线员，有人把他绑到了地下室，现在已经逃离，但不确定会不会被抓回去。幸运的是，邻居迈克尔·帕克斯恰好在家，他听到了詹姆斯急促的敲门声，眼前的男子一头紫发，穿着皮裙，胸前还挂着几条皮带，最重要的是他浑身是血，死死地抓着迈克尔的手臂，拼命地尖叫着呼喊，有人想伤害他。很显然，迈克尔被眼前的这个男人吓了一跳，他望向车道，发现有人从车上下来，正是马克。而当时他穿着也非常的怪异，没穿衬衫，下身只穿了一条皮裙，腰带系在胸前，还把胡子编成了辫子。另外，迈克尔还注意到马克看起来非常的着急，竟然连鞋子都忘记穿了。正当迈克尔不知所措时，好在警察出现，他追上了马克的车，但后续马克并没有受到任何指控，此事便不了了之了。其实这种处理方式也和同性恋群体有关，碍于面子，很多人不想自己的私生活被曝光，所以由此引发了争纷，很少有人愿意提出指控，把事情闹大。对此，警方便也作罢，不再展开调查。凯文的家人得知此事后非常的愤怒，如果凶手在第一时间犯罪未遂时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或许他就不会继续作案了。相反，如果被关在地下室的是一名年轻女孩，警方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管。2020年9月，法官推翻了之前马克没有能力接受审判的决定。在法庭上，他被问到：“你是否用刀刺伤了凯文先生？你知道这会给凯文先生带来很高的死亡风险或者严重的身体伤害吗？”马克非常清醒地回答说：“是的，我知道。”自此，马克认罪。法官认定这完全是一场有预谋的谋杀。在2021年的12月15日，马克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在这里说一个题外话，虽然马克家中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的命案，这房子竟然还有不少人想要。2020年2月份，新房主亚历克斯·迪尔以超出拍卖价1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套房子。据他了解，当时共有4个人共同竞争拍卖。可怕的是，他住进去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清理遗骸痕迹。根据亚历克斯回忆，厨房的洗碗机还没有通电，仍然是全新的。
而且仅有3套餐具，上面也都有部分人类遗骸。关键不仅仅是地下室，连家中书房、主卧室也都有打斗过的痕迹，令人细思极恐。对此，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买变态食人者的房子。亚历克斯表示，罪魁祸首并不是房子，他买的是房子本身，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不过后来亚历克斯只住了5个月，马克的家人又把这套房子给买了回去，或许是生怕别人曝光什么秘密吧。那除了变态食人魔，说到吃睾丸的这一变态刑警，就不得不提到一位来自日本东京的艺术家杉山真央。大家都知道，艺术家的脑洞不是常人能比的，所以有的时候他们都会被贴上丧心病狂、无法理解的标签。2012年，杉山真央在22岁生日当天接受了生殖器切除手术，然后将其冷冻储存在冰箱里面。随后，他发布了一条推文：“我将以我的生殖器做成一道美食，售价为10万日元。届时将按照买家的要求，在他所选择的地点进行烹饪，请大家多多转发。”其实一开始，杉山真央考虑过吃掉自己的生殖器，但他后来改变了主意，发布了艺术声明，决定提升公众对性别少数群体、无性人群体人权的关注。而且在这之前，杉山真央也好好的纵欲了一番，生怕留有遗憾。果然，手术后的2个月，杉山真央大张旗鼓地举办了一场宴会活动，按照要求，每位客人都签署了一份免责声明。假如吃完这一餐后，客人出现了任何不适，杉山真央都无需负责。据统计，活动当天大约共有70人出席。杉山身穿厨师服，亲自在便携式燃气灶上调味并炖煮自己的生殖器。不过这一餐并不是所有客人都能享用的，只专门提供给5名特殊的客人。他们这5个人分别是一对夫妇、一名男性漫画家、一名22岁的女性和一名活动策划者，年龄都在22岁至32岁之间，已经提前预定了每盘售价为250美元的主菜，其余普通的客人则享用正常的牛肉和鳄鱼肉。至于这份万众瞩目的菜品，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大家直接看照片吧。不说别的，就算是有欧情装饰，卖相也只能打个负分吧。要说口感的话，据5位客人回忆到，那东西咬上去就跟橡胶差不多，味道非常的平淡，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特殊。看起来这份特制佳肴并没有令人满意，甚至还有业内人士批评道，厨师的烹饪手法不对，浪费了一个如此难得的食材。要知道这个东西非常的坚硬，只能慢煮慢炖或者真空低温烹饪。说实话，他的这种艺术形式我本人是不理解的，但我也不反对他。当时这一事件也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可由于日本没有禁止同类相食的法律，所以这场宴会活动并未叫停。可即便被声明是艺术活动，但很多人还是无法接受将煮熟的男生殖器看作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艺术作品，因此许多市民都向警方投诉此事。且碍于日本没有相关的法律，杉山真央不可能会因为使用自己的生殖器而遭到逮捕。况且前去参加宴会的所有客人都是知情此事的，也不构成不雅暴露的罪行。后来随着热度下降，杉山真央的指控被撤销。只能说不愧是艺术家，能为艺术如此献身。但不知道后来杉山真央有没有过一丝后悔。当然，艺术家吃人肉并不是什么个例，比如还有一位奇人，那就是来自加拿大的艺术家里克·吉布森。他曾经创作过一些猎奇的艺术品，包括一对人类胎儿制成的耳环。那是在1984年，一位解剖学教授送给里克2个脱水的人类胎儿，他们仅仅发育了10周，脱水已经20多年。里克如获至宝，将这2个胎儿重新补充水分，然后进行冷冻干燥处理，再制成耳环，挂在了人体雕塑头上展示。1987年12月3日，这幅作品在伦敦南部的一家画廊展示期间遭到了投诉，随后警方将此作品扣押处理。因为这事，里克本人被学校开除，还面临侮辱公共道德罪的指控和罚款。然而这些都无法阻挡艺术家的脚步。第2年，也就是1988年的7月19日下午，里克在伦敦街头当众吃掉了一块人类扁脑体，这是朋友送给他的，在这之前一直都保存在酒精里面。虽然这做法令很多人都感到不适，但同样的，英国没有专门的法律禁止同类相食，所以里克自然是无罪的。也正因如此，他更加的肆无忌惮了。在1989年4月15日，他公开吃了一片人类睾丸。7月14日，在温哥华的皮特国际画廊，里克又想当众表演吃睾丸，但没想到警方出现，及时制止，并没收了这道开胃菜。然而2个月后，里克的指控被撤销。为了庆祝自己无罪，他特地在警察局门口又吃掉了一片睾丸。只能说这些所谓的艺术行为实在是太过猎奇，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得来的。最重要的是，从生物学角度来看，睾丸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食物来源，吃了说不定还会引发健康问题。另外，食用人类睾丸，绝大多数人都是无法跳过内心伦理道德的那一关的。当然，除非他是超脱的艺术家，或者干脆是变态的杀人犯、食人魔。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对于这3名吃睾丸的男性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